体型不够大就无法进行交配。北向海豹为交配宁愿丧命，这值得吗？你知道北向海豹吗？这是一种长相十分奇特的生物，它们与海豹的相似度非常高，但是却没有海豹的牙齿，体型也比普通海豹大很多，并且还长着大象一般的鼻子，因此北向海豹这个名字还是比较贴切的。然而它们独特的地方可不止长相，对于北向海豹来说，它们的生殖策略才是最值得人们探究的。那么北向海豹的身上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？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处在发情期的大部分动物都会通过自己独特的魅力来吸引异性，例如孔雀会通过开屏展示自己的羽毛来求偶，北向海豹也有着它们独特的求偶方式。但是比较奇怪的是，能够吸引雌性北向海豹进行交配的特征，竟然是庞大的体型。也就是说，雄性的体型越大，能够吸引到的雌性就越多，并且进入发情期的雄性海豹能够与多只异性交配，这样一来才能够提高将基因延续下去的概率。那么进入发情期后的北向海豹是如何进行交配的呢？在大多数时候，北向海豹都生存在水域中，等到发情期的时候才会重新上岸。此时的雄性会早早地占据有利地形，等待新一女嘉宾的出现。然而在这之前，它们还需要与其他雄性进行打斗，来确定地盘的归属，秉持着胜者为王的选择。在打斗中获胜的雄性不仅能够获得更好的地理位置，还能够与更多的异性交配。对于雄性来说，这只不过是他们延续基因的一件小事，而对于雌性来说，却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才能进行的事情。体型不够大就无法进行交配，北向海豹为交配宁愿丧命，这值得吗？要知道，雌性北向海豹的体型与雄性相差非常多，雄性体型大多在雌性的3到7倍左右，因此在进行交配的时候，雌性往往面临着被压死的风险。尽管如此，它们却依旧前仆后继地寻找体型最为庞大的异性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难道它们不怕死吗？其实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非常简单，仅仅是遵循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则。他们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继承优秀的基因，才能够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顺利地生存下去。而对于雌性北向海豹来说，如果幼崽父亲的体型不够庞大，就说明他们没有优秀的基因，自然无法满足雌性的交配需求。这样一来，大部分的雌性宁愿冒着被压死的风险，也要与体型最庞大的异性交配。如果雌性成功在交配过程中活了下来，那么等待它们的又会是什么呢？对于雌性北向海豹来说，在它们成功受孕以后，就可以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静静地等待幼崽的出生。但是在这段时间里，它们没有办法回到海洋中生存，只能够依靠自身的能量维持生活所需，甚至在幼崽刚出生的那段时间里，都需要由雌性提供营养。所以对于它们来说，繁衍后代也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。等到幼崽成功长出了防水的皮毛，它们就会一同回到海洋中生存，直到下一次发情期的到来。为什么雄性北向海豹完全不参与后代的抚养？难道它们不在意自己的后代吗？在雌性北向海豹怀孕以及生下幼崽的这段时间里，雄性几乎是完全不会参与的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难道它们是动物界的渣男吗？其实这是因为雌性北向海豹每年发情期进行交配的对象都不相同，在交配完毕后，它们也无法确定自己的幼崽是哪些，因此根本没有机会共同培养感情。这样一来，也就没有办法参与到雌性的生产活动中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为了让自己的体型不断变得更加庞大，雄性与雌性的生存环境是完全不同的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雌性往往会去深海处进行觅食，而雄性则会在水域较浅的陆地上觅食，获得一些体型庞大的猎物。这样一来，才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影响，让自己获得交配的权利。然而，这是因为这样，雄性的生存环境比雌性危险得多，很多时候它们还没有成功进行交配，就已经丧命了。这样看来，雄性为了能够获得与异性交配的权利，同样冒着不小的风险，并且根据数据统计发现，90%以上的雄性一生中都没有机会进行交配，往往它们还没有长成足够庞大的身躯，就会被其他生物吃点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